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天高海阔，再获国家级认可，连续2年登上权威榜单，他早已不只是顶流偶像。当听见中国听见你2025年度优秀歌曲名单正式公布时，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在名单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一博。由他演唱的歌曲《天高海阔》成功入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年度优秀歌曲名单。消息一经曝光，迅速登上热搜，大量网友涌入评论区留言祝贺。而更让业内关注的是，这已经是王一博连续第2年获得该项专业认可。从万物可爱到天高海阔，王一博正在用越来越稳定、成熟的音乐表达，逐渐完成从流量歌手到真正音乐人的身份跃迁。对于很多长期关注华语娱乐圈的人来说，这或许不仅仅是一次普通获奖，而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业认证。一首《天高海阔》为什么能打动业内？天高海阔并不是那种依赖高音炫技、爆发情绪、制造冲击力的作品。相反，它非常克制，甚至可以说，它最特别的地方，恰恰是不刻意。歌曲由知名词作者金灿灿作词，音乐人钱雷作曲，两位创作者本身就代表着当下华语音乐创作领域的高水准。尤其是钱雷，近年来几乎已经成为品质歌曲的代名词，但真正让这首歌拥有灵魂的，却是王一博的演唱方式。他没有采用传统大开大合的情绪表达，而是选择用一种非常内敛、非常真实的声音状态去完成整首歌。这种处理方式其实非常难，因为越克制，越容易暴露演唱者本身对情绪的掌控能力。很多歌手唱理想会显得空泛，唱自由会显得矫情，但王一博的声音里却有一种罕见的真实感。那种感觉像什么？像一个真正经历过迷茫、压力、争议、孤独之后，依然愿意继续往前走的人。而这也正是天高海阔最打动人的地方。连续2年获认可，意义远超拿奖。很多网友第一反应是，王一博又获奖了，双引号。但实际上，这次真正重要的不是获奖本身，而是连续2年。因为在娱乐圈里，爆红很容易，持续被专业认可却非常难，尤其是在音乐领域。听见中国听见你并不是单纯依靠流量评选的网络奖项，它更看重作品本身的艺术表达、社会价值以及文化影响力。换句话说，他考察的是作品能否真正留下来。而万物可爱与天高海阔能够连续2年获得认可，其实说明了一件事：王一博的音乐已经开始拥有稳定的审美体系与个人风格，这是很多偶像歌手始终无法跨越的一道门槛。为什么王一博的音乐越来越高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对王一博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他什么都会一点，但不够专业。演员、舞者、赛车手、主持人、歌手，身份太多，反而容易让人忽略他的真正实力。但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开始发现，王一博身上最可怕的一点，不是天赋，而是长期主义。他几乎从不依赖短期热度。别人忙着营销的时候，他在拍戏；别人忙着炒 CP 的时候，他在练舞；别人制造话题的时候，他在录歌。甚至很多业内人士都提到过，王一博属于那种永远在训练的艺人。这种长期积累，最终都会反馈到作品上。于是你会发现，他近几年的音乐状态和早期已经完全不同。他开始懂得什么时候该收情绪，
什么时候该留白，什么时候该用气声，什么时候不需要技巧。真正高级的演唱，从来不是唱得多厉害，而是让听众相信。很显然，天高海阔做到了。专家分析，王一博正在形成自己的情绪音乐风格。有音乐评论人曾分析过王一博近几年的作品变化，他们认为，王一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型歌手，但他拥有一种极其稀缺的能力——情绪传递感。简单来说，他的声音未必最华丽，但很容易让人产生情感代入。尤其是近2年，他越来越擅长通过呼吸感与叙述感来完成歌曲。这是一种很多成熟歌手后期才会形成的表达方式。因为真正高级的音乐表达，不是展示自己，而是让作品自己说话。而天高海阔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他完全没有偶像化表演的痕迹。你听到的不是明星王一博，而是一个认真讲述情绪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业内人士会认为，王一博正在逐渐摆脱流量偶像标签。从万物可爱到天高海阔，他的成长轨迹越来越清晰。如果说万物可爱代表的是温暖与治愈，那么天高海阔则更像一种成熟后的坚定。2首歌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吵闹，都不极端，都没有过度炫技，但他们都有一种很强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来自高音，而来自信念感。而这种气质其实和王一博本人越来越像。这些年，他经历过太多争议，有人质疑他的演技，有人否定他的音乐，有人嘲笑他的沉默，也有人不理解他的性格。但王一博从来没有过多解释，他习惯用作品回应一切。于是大家会发现，他的成长几乎都藏在作品里。无名里的夜夜先生，热恋里的陈硕，探索心境里的真实状态，再到如今天高海阔的音乐表达，他正在一点点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人格。而这种人格恰恰是娱乐圈最稀缺的东西。为什么越来越多主流平台开始认可王一博？很多人发现，这几年王一博频繁出现在各类主流舞台与官方活动中，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身上具备一种很少见的稳定性。他没有严重负面新闻，没有过度营销，不依赖恋情炒作，也很少消耗公众情绪。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始终保持输出。对于主流平台来说，一个艺人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热度，而是否具备持续创造正向内容的能力。而天高海阔恰恰符合这种审美方向。他传递的并不是空洞口号，而是一种积极、坚定、向上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王一博如今的路线已经越来越偏向长期艺术型艺人。网友评论区彻底沸腾，这次大家终于不再只看脸了。消息公布后，社交平台评论区迅速被刷屏，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连续2年被专业机构认可，已经说明问题了。双引号，以前觉得他只是顶流，现在真的开始觉得他是艺术型艺人。双引号，王一博最厉害的是，他从来不急着证明自己。双引号，天高海阔真的越听越有力量。双引号，他唱歌的时候有一种很安静的感染力。双引号，还有不少乐迷提到，王一博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的声音里始终带着一种少年感与孤独感并存的气质。这种气质在当下华语男歌手里其实并不多见，因为很多人追求技巧，反而失去了真实。但王一博恰恰相反，他越成熟，越克制，也越动人。
天高海阔的真正寓意其实就是王一博本人。很多人后来才发现，天高海阔这4个字其实非常像王一博这些年的状态。一路走来，他经历过外界的误解、偏见与争议，但他从未停下。拍电影、练赛车、做音乐、跳舞、探索纪录片，他始终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而最难得的是，他没有被娱乐圈的浮躁改变。在这个越来越追求短平快的时代，王一博却选择了一条最慢、最难，却也最稳定的路，那就是用作品一点点建立自己的价值。或许这才是天高海阔真正打动大众的原因，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王一博这些年的真实写照。结语：属于王一博的黄金阶段或许才刚刚开始。从偶像到演员，从流量到实力，从被质疑到被认可，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而天高海阔的入选更像是一次新的信号，属于王一博的长期艺术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看见。未来的他或许不会是娱乐圈最喧闹的人，但很可能会成为走得最远的人之一。因为真正能留下来的从来都不是短暂热度，而是作品。你觉得天高海阔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你认为王一博如今已经算实力派音乐人了吗？万物可爱和天高海阔，你更喜欢哪一首？你觉得王一博未来会不会拿到更重量级的音乐大奖？你认为如今的王一博最强的身份到底是演员、歌手还是全能艺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一起聊聊你眼中的王一博。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娱乐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并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喜欢王一博的朋友。我们下期见。